对于即将违约的美债，拜登现在宣称打算全面对华解除，并表示给出了很大的诚意，还宣扬称如果我国还是选择拒绝的话，那一切责任在中方。那么美国这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，我是虎妞。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台海局势，美国现在都管不上了，因为美国已经快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。之前接连倒闭3家银行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硬菜还是美国的债务危机。高达31.4万亿美元的债务已经达到上限，如果在剩下半个月的时间里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的话，那美国将会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，无数企业破产，人民失业，就连政府也会因为支付不起雇员的工资而面临解散的危机。以前美国的债务也不是没有达到上限过，而当时美国政府的做法也很简单，提高债务上限就行。但现在可不同，以前美国政府有那个底气去提高债务上限，是因为美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。而现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下滑不说，通货膨胀还很严重，即便是多次加息也止不住国内的通货膨胀。这就导致一种情况出现了，美国政府还不起这个钱。以拜登政府为首的民主党主张提高上限，但如果美国提高上限的话，就要再次发放一批美债用来还之前借的钱，这就又会导致通货膨胀。而以麦卡锡为首的共和党主张削减政府开支，用省下来的这些钱去还之前借的钱。但大选将至，着急用钱的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又不乐意，所以双方都没能达成共同意见。就这样，谁也不让谁，陷入了死循环当中。既然这美国内部陷入死循环，找不到办法了，拜登就决定另辟蹊径找外援，请中国来帮忙。当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找中国接盘才成功解决的。而现在这么大一笔的美债即将违约，除中国外，其他几个国家加一起都不够凑的。因此，美国现在能找人接盘的也就只有中国。即便是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，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制裁，并针对中国在台海做了大量的军事部署，美国现在也不得不厚着脸皮贴上脸来找中国帮忙。像布林肯每个月都要发出一次访华申请，结果每次都被我国拒绝。美国国防部长想要和我国打电话也多次被拒，美国驻华大使传达了布林肯的访问意愿也被拒。看着本月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已经有爆料称拜登现在打算全面推进和我国的接触行动。为此，美国政府已经展现了很大的诚意，让我国找不到拒绝的理由。面对美国的盛情款待，中国很难说不。如果说中国依旧选择了拒绝的话，那就是中国的责任，是中国不愿意。那么对于美国展现的诚意到底是哪些呢？在仁爱礁问题上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·帕帕罗说了会帮菲律宾给岛上的船运送补给，但是在菲律宾派出舰艇给仁爱礁上的船送补给遭到我国阻拦时，美军并没有站出来给菲律宾撑腰。在对台军售上，虽然美国和台当局达成了上百亿美元的军售订单，但这些武器美国并没有交付给台当局，等于是台当局花了上百亿美元买了一堆空气，防卫力量没得到一丝一毫的提升。如果说这也能算是美国的诚意的话，那美国这所谓的诚意也太足了。虽说美军没有给菲律宾往仁爱礁上送补给时撑腰，但这只是为了不和我国起冲突的缓兵之计罢了。没看到那9大军事基地中已经有基地开始修建了吗？第一批美军也已经正式进驻菲律宾。一旦这基地修好，等于是美军直接把部队部署到了台岛周边，这时候美军才有在菲律宾周边和解放军叫板的底气。而在对台军售上，美国之所以不给台当局交货，无非就是想白捞罢了。现在美国的这些武器，一方面要用来送给乌克兰，另一方面又要用于补充自家军队，因为援乌而亏空的库存，而这些又都需要钱。
钱从哪儿来呢？自然是从台当局这儿取款了。可以说，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是将其他人都当猪宰了。正因为这样，现在欧洲国家纷纷开始放话，想要和我国打好关系。法国主张脱离美国控制，独立自主；德国要求不能制裁中国。就连身为忠实盟友的澳大利亚都跑过来希望中澳两国加大合作。但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取消了对我国的制裁，并且还避免在台湾问题上搞事情。如果说美国真的想要和我国接触的话，拿出的诚意应该是取消对我国的全部制裁，针对台岛进行的军事部署也全部取消。只有这诚意，才能让中美两国之间真正的接触，不然一切都是免谈。